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会带来恋爱的能量？谁将会带来恋爱的感觉？哈，好，这是今天的2张牌哈。等一下近看的时候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来，第一张，好，第二张，好，那选好了，我们不啰嗦，就开始喽。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谁将会带来恋爱的感觉？哈，谁将会带来恋爱的感觉？好，来，这个的话，我们直接从核心来做扩散好了哈，直接从核心再做扩散。还是好了，我们来做路径的研究，来整个连接来看。好，来，每一个我看一下，我需要找的路径的。好，等我一下哈。先这里，等一下哈，我看一下这边我有一些要扩散的东西。然后没关系，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来，第一张哈，圣杯流，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必须说这一个是你的老朋友，已经认识蛮久的人。那他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近期你可能会有比较小学啊、国中或高中的同学开始要组织一个社群或是一个联络这样子。好，如果你是年纪比较长的，就大概你是35岁以后啊，40岁以后这样子，可能小学、国中的以前的同学可能会来找你这样。那这是一件事，然后很有可能你会因为回去跟大家联系然后会再扩散你的新的朋友圈。那这份恋情，我觉得它有一个过往旧的，它是一个旧的桥墩，它是一个历久不衰的桥墩的概念，所以我把它想成是说，我把它诠释成它是一个连接你跟新恋人的这个路径，它需要依赖着你以前过去的感情啦。你需要连接你以前过去的感情，所以如果近期有这样子的邀约或是以前的同学突然出现了，有活动或什么，尽量去。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针，蛮好的一个现象尽量去我看它这个能量从，你看一下，而且它还不只是带来爱情的能量，还有一些工作上面的机会或是一个新人际关系的一个反正有一些契机，有一些反正就是工作上面的机会。那这个不在我们的主题里，我只是这边特别提醒你然后你会进入一个比较新的群体，在那里面人际关系会扩张吗？这个是一个，好像它也能够发展出你人生新的支线的领域啊，或是一些特别的事情。不过这一条线需要你主动的去接触它不是一个必然要出现的，只是最近你的能量比较靠近那里，所以能够理解跟感受到这一条支线所带来的一个新的影响。那它不是一定需要去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好，然后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新恋人啦他应该原本不是在预定的路径上，就是说他也不是一个必然一定要出现的，但是他也有一个卡关的能量不是啦，插队的能量
就是他这一次的这个能量有比较多的选择权来做一个选择的动作，你必须要有主动去选择。以前我们有很多的牌面，它都是你只要什么事情都不做，它会自然出现，会经过，然后再看看能量的强弱来做联系啦，来做捆绑，再做联系，看你能做到多少，这个爱情能维持到多少。可是今天这一题，它确实比较像是一种多出来的路口，以你原本的能量的路径、人生的方向走去，这个路口你应该会 pass 掉，会错过，不会想过，没有一个必要性，也没有一个超强的吸引力。那今天如果你翻到1号牌，你选，我就必须说，近期这个老同学啊，或者是旧朋友、很久的朋友的在邀约哈。我先说，他这个范围并不一定只是老同学，我只是说他应该有这个模式。他可能有一个20年、30年或10几年前你认识的人，他突然不见很久，现在突然出现了。他这个包括老朋友哈、老同学都算。那这一条支线有很特别的一些闪烁，看来是有，看来是值得绕一下远路哦。我看一下这边，的确是这边说的值得哈，值得花一点时间，投资一点时间去看看。有意外惊喜哦，有意外惊喜，而且连路径上这些诠释上都说，这一个区域其实里面有很多跟你有共识的人。先说。也包括工作上的机会、事业上的机会，也包括好，我们这边就点到这里就好。大部分我们还是在讲爱情的哈，所以它那一个领域上哈，它完全不会影响你的主轴方向啦。就是你的人生应该有一个固定主轴方向，可是它会锦上添花，它会发展出你会有一个全新的乐趣，可能会对你未来有很多的加分。但是它唯一的一个祭品，就是你要额外投资一些时间去经营这一块，经营这个新的人际关系，或是把你以前的这个人际关系重新培养到一个更高点。就说以前你们小时候或者遇到的时候，其实只是大家做朋友或做同学这样，没有特别要去经营到什么程度。可是这一次看起来好像是有机会，他能够从一个比较长久的，对未来可能也是有帮助的工作啊，或什么那些有帮助的部分哈，那还不错了。这个路径突然找到一些不错的角落哈，来我们。来往下攀下去哈，你跟那一个人哈，遇到的时候，你们会在非常急速、快速的互相理解中，就能够找到彼此在恋爱里面的价值。你们会很快会感觉到跟这个人的恋爱可能性还蛮高的，感受很强，而且是清晰的啦。但我必须说，它不是直觉的，它是一个很快速分析出眼前这一个人，哇，真适合谈恋爱，真适合在一起。他的感觉比较像，不太像是说，哇，我好想跟他在一起，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不是，他不是这种冲火能量直觉性，他是一个判断完之后发现说，我好像可以跟这个人交往看看呢，感觉好像还不错。在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有很强的风能量哈，而且要好把握。这感觉很快出现的时候，就应该要留下联络方式，至少要有一个持续性，就是说在短时间内你们要比较常见面，要把握起来哈。它底下，等一下，底下的能量在我翻牌前，我就觉得它没有持续力。它比较多的是你个人的欲望跟想象，跟你自己的意念去驱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间长短。它没有，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错过跟昙花一现的遇见。好，这一组比较像要去寻宝，把它找出来。好，可是你一定要把握时机伸手把它抓住了。这一次哈，然后抓住之后，两个在一起的前期，到很确定彼此的感情，我觉得要花一点时间。他虽然一开始你们遇见的时候就是有理解到比较像理智面的方面，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可以试着交往看看，是这个感觉。
可是其实你们认识在一起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没有很多的不一样哈。可是很奇怪的是，你们大方向很雷同，小地方、小个性比较不磨合。可是因为大方向驱使你们、催动你们想要试着交往看看往下走，所以前面的时间会花的比较久一点。但是还好，整个能量跟能走到的位置都是好的。我是不担心你们会半途而废啦，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开始见面的那个感觉还不错，而且我觉得你们走着走着就会确定感觉了，因为你们会连彼此的问题都也变得没那么确定。好，你们会在没那么确定是彼此之间的那个不太一样，是不是确定？是不是问题？然后时间也就这样耗下去，慢慢慢慢走，反而会整个结论会比较接近说，这个人确实是可以在一起，比例上比较接近，然后那些小问题或者可能会慢慢的就释怀了或习惯了，也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就是节奏没有一开始在一起都是想得快啦，一开始好像有一点点就是一看到就喜欢，一拍即合，可是他也不像一头热，他就是有一个很不错的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在一起 OK。你们比较像是后来有一点点回过神才发现说啊，其实我们不太合可是又很想在一起，然后可是也已经挖掘了蛮多的共同点，也没有什么必要要分开这样，没有什么大问题要分开。这一组比较特别来，你们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了你们你们很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先分开一阵子哦。那这一件事情对你们来讲是加分的而且这件事情是你们还在，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有一个确定要不要在，有没有很确定要在一起这段时间或一段分开，这一段分开反而是加分的，因为它催促了你们很想见到彼此的一个能量，而且我在这边有看到他催促的不只是这个能量，我觉得他好像似乎还催促把水能量也不知不觉的叫醒了来，看一下。看来是叫醒了一堆火能量你们原本比较常在一起的时间里还没有那么觉得感情这么浓，还没有那么像年轻的时候恋爱的那一种热情如火，很近的时候，或是这个，因为一开始我是把它定调成你们是用一种比较理解对方，发现说这个可以试着在一起，但是风能量是比较偏向理智，但不是完全理智的方向。那个判断是很精准的，很切到主题的判断，然后你们两个就很有那一个在一起的感觉。可是这一个跟工作有关的分离，变成一种催化剂，变成一种你们每一次联络、每一次相见，都会有一种为什么现在有这些事情很麻烦啦？会一直在提醒你们自己，其实你们是很想念对方的。所以这一个，而且我必须说，你们认识的时候，其实心底就已经知道，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初期一定有一个分开一段时间的状况。因为我看到这边的时间点，它不是，他是已经先知道的，他是早就已经知道的。所以这也代表说，你们已经知道了，可是你们还是想要试着再紧密一点。那他会从这个角落去印证一件事情是，或是去
验证你们内心对这个人的喜欢的感觉，这样。这是你跟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哈。我觉得这一组比较多的是外力推动你们的情感的发展，这个地方比较多。好，那我来这里，我一直觉得这边有空空的，应该可以翻一下。的确是，那你们的感情没有你们以为的那么肤浅也没有你们以为的那么薄，只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一个情况跟能量的设定是蛮偏向过多的风能量，看起来就很薄很快速，没什么扎实感啦。可是从这2张看起来，我觉得你们每一步每一次相处都会很大力的在为你们的感情打下很好的基础。没有特别说发生什么事了，可是你们每一次相处都好像能谈论跟未来有关的重大事情，而且都还很有默契，而且都还很想聊这件事情。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共识很强我不觉得你们是特别为了要在一起而聊，而是你们2个就对于人生未来的方向这个主题很在乎，而且它还可以带来你们每次思考这个主题都让你们很有快感，对未来很有希望。所以在你们2个之间每一次的见面都一直很有一种未来性，都有一种很有在往未来走去的感觉，加上你们还能够做到这样，它比较像是说你们2个在无聊在讨论说，未来可能要买什么样的房子，想住在什么城市这样。一般人就可能只是闲聊，然后聊这样。可是，在你们聊天的过程里面，你们还能够聊到说，其实很有机会在那边买个房子然后住。虽然你们聊的不是住在一起，可是聊的内容感觉很像是要买来住在一起的。还有一种是，譬如说明年想要去哪里旅游那你们聊天的是可能想说自己要去旅游这样，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当下没有附和，可是聊，发现2个人想去的地方方向很像，然后就决定说，不然把这个算成是同一个旅游计划，大家2个人一起去这样。你们光是这样子聊天，就会一直觉得好像2个人在一起可以对未来去计划蛮多的事情，那这个默契点就慢慢的创造起来，所以他就会奠定你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光是闲聊都会觉得好像可以生活在一起，而且是有具体的想法的，不是玩玩的，或是只是闲聊的。每一次聊天都很扎实的觉得眼前这个人可以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跟未来里这就是你们2个的很奇妙的一个很特别的默契啦。从这里看起来，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觉得有很多的有趣的点可以等你们2个遇见的时候，只是有点可惜，就是初期会有一个小小的类似远距离恋爱的感觉啦。但我必须说，你们不排斥，而且你们不只是初期，连你们未来可能都常常讲，因为这边有说这2个人很喜欢工作，然后不排斥分开，然后也很在乎自己的时间空间，并不会因为太长久的分离而觉得会破坏感情。但也不会分开太久，你们的感情没有太多什么分开很久的这样，而且每一次要分开前都有比较紧密的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再分开，所以就没有一直在这组一直被时空做一种很天然的调和你们的心意有一种就是久别胜新欢了而且这个比较像是一个被动的，一直在调和这一件事情，然后慢慢的走到。首先，我还没有看到你们2个会在同一个时间表里面一起，我还没有看到。可是就一直有一种天衣无缝的搭配了，
两个人遇见的时间，然后变得很有弹性哈，然后整个关系里面很有呼吸感，就是一个很和谐的状态，很成熟又很和谐这样。好，这组我觉得还不错啦，它有一个，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一条线它不一定会出现哈。它的不一定要出现，跟其他的爱情线的定义不太一样。很多爱情线就是可能能量很接近，然后如果没有察觉到，没有第一次相遇，没有特别的感觉到，或是互动的很好，他可能就真的就错过了这样。可是这一条是，如果你没有去接近我跟你说的，一开始说的就是一种旧的感情、旧的关系的那一个领域的朋友，或是被那边召唤说要大家来回来叙叙旧这类型的，如果你都没去，也没有兴趣，那这一条线就没有开发的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角的一个新的关系的创造来做起点。好，那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祝你好运祝福你哦。好，谢谢你们来听。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会带来恋爱的感觉？谁会带来恋爱的能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恋爱的能量从哪里发展出来。来，我们今天只是从路径来看我来从这一条直线路径来看看到底，再看要不要从上下分散出去。来，核心，好，然后最远的路径上面我再做一个辅助牌，好，这个较强的能量区，好，好，来我看一下，先这里就好了好，先看一下核心能量，还没来吗？他给我一开始的讯息是还没来，但是我有抗拒了一下。我觉得通常我有抗拒了一下，我都会把它归类在我的感觉的能量里面，觉得我第一个收集到的关键字不太对。虽然它很强烈，但是它可能不太对，所以我看看分支有没有多解释这2张这个讯息。看一下，等一下下面2张牌有支持，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太对，所以他是支持说不是还没出现或是很远，而是反方向去了。首先他没有讲距离，他讲的是这一个人还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人他能量如果走反向，他就是蛮接近你所期待的人，期待想要遇见的地方，期待想要遇见的故事，想要这样。这一题，如果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平常有习惯跟冥想或是思考了、幻想都 OK， 或是你有学着冥想跟宇宙做许愿的，然后许愿的内容是蛮具体的，想要遇到什么样子的人，对你如何或想去哪里，未来可能会去哪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具体想象的话，选择2号牌的朋友，他的实践的，我觉得具体呈现的东西蛮接近你的，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很强的土火能量的控制，风能量、土能量非常强，而且是坚定意志非常强的。它很像是在一个大荒野中，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的那一种能量。在这个荒野中，并不需要这个火焰，可是，在夜晚，你也知道，在荒野中那个日夜温差很大嘛。所以它这个永远不灭的火焰，它有强大的自制力，而且它还有强大的引导力，它也有一个控制力。控制什么？控制了大家前来在围着它取暖而依赖它的这一个。那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要讲的是你内在的意志跟你所想象的那一个人具体的。如果你本来就意识这个方式意识比较具体
很强。我们之前很常提醒你说，去跟宇宙学员，跟你想要遇到的人，你在脑里的意识除了强之外，要非常具体。好，不是说长相长得像谁，而是你内在。如果每次问你说你希望你未来的恋人是谁，你都能够很具体的形容出来，而且可以让其他人想象出大概是什么样的形象的话，那表示你的意识想象的非常强。这一题很依赖这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出来的人不会太让你惊讶，而且确实还蛮符合你的。可是要记得，它有一个面向哈，它有一个岔路的思维，就是你有意识的去思考你想要的人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也许你内在真正需要的，他也在同步的去思考真正需要你的人的人选的具体形象，他有可能是你平常没有意会到你自己需要这样子的人，所以我都会觉得要增强那个意念，然后同时他内在你自己的另外一个比较无我的或是无意识的状态的时候，他们会从各个角度去理解你的本身需要谁。所以我会觉得他会有两个答案。为什么会有两个答案？第一，我觉得在外在上跟第一次惊喜上，如果遇到你心里所期待的人，所以你会非常开心。可是他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相处之后会有什么状况？可能你会接不住，可能他有好有坏，他对你好的那一面是你所期待的，可是他对你不足的地方，你其实没有办法设想到。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是很凡人的角度，我没办法想到那么周全。但是你内在他的那个灵魂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好几个时空，或是已经累了好几世了，好几个你了，灵魂交换出经历的时间更长。所以他们你自己内在不能说他们了，我的他们的意思是说，你内在的能量结构，风水火土四个方位的能量，他们知道更适合你的是谁，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不是你所期待的人，不管是样貌啊、人啊各方面都不是很期待的人，可是你会慢慢越相处越舒适，发现自己原来需要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会有两个答案哈。那这一题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两个答案都有可能要发生。我说的是要发生哦。这一个人他会蛮符合这两点的，他应该会在初期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蛮适合的感觉会跑出来哈。只是速度快慢而已啦。好，来我直接翻这一个区块。想一下哦，我想一下我怎么解释这一块哦。初期哈，因为它这个路径，它有节制牌的一些路径，然后它就在调和哈，然后它有一些射手座的自由奔放跟，反正它这个路径上，应该爱的能量会蛮强的，然后它又搭配了金币的骑士，我觉得你们一遇到你们对于生活这一个命题，生活感这个命题会大于恋爱这个命题。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会创造出怎么样的生活，这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很重要的命题。虽然不会拿出来讲，可是我会觉得你们多多少少会把两个人在一起的甜蜜都会在如何两个人一起生活来展现出来。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觉得你们会一开始就住在一起，我说没有，可是你们会约很多去不同的地方，来去跟彼此好好的相处。这也不是一个考验，而是你们内在的反射感觉，就觉得很想跟这个人有很多生活感。好，那你们也会自己创造很多的相遇啦、约会啦，反正就讲约会啦。而且还有一点点沉迷因为你们每次约会都有全新的能量在累积，所以到这里我先设一个，我不知道后面翻出什么了，我先把这个方向先设一个，我认为应该会这么走。偏向你心里真正需要的那一个人的能量比较强。好，我从这里，因为它土能量跟这个，我觉得
而且它有一个需要花一点时间相处的能量讯息有出来，所以你应该会有一点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发现，原来这次是给你一个你真正需要的人，然后他会有一点点让你醒着，让你知道说，原来你以前你想要的人、想要的方式，其实你是不懂爱情的，或是其实你不是不懂自己的。那这一次这个你需要的人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角度会让你知道自己是谁，或是让你知道自己某一个部分的你是谁。好，看一下，完全是这个走向。到这里哈，完全是这个走向，而且他这个人除了是你需要的之外，第一，他还能把你的生活照顾得蛮好的，而且对于你的工作、事业也有新的帮助，金钱上也有新的帮助，还有办法在对于你现在的生活、事业有更高的提升。所以从这边下来，的确他是一个你需要的人。但从这里我就必须要提醒的，如果这个人带来的是这个，那恋爱的浪漫值就会比较低一点，因为他会很务实。可是他会着重在生活相处的很多小幸福、小确幸、小幸运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这些小甜蜜跟一些生活相处的一些小动作来制造爱情浪漫感的人的话，那这个会很丰沛。但是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浮华的、华丽的，我所谓比较浮华华丽的，就可能层次就是大到看烟火那么澎湃的感觉的，这里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出来，它会都是很多小小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在时间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回头去思考，回头再看，才发现说原来有很多细心的一面哈，是不同的调性的爱情方式啦。哇，这一组我先把它全部翻出来。难得出现的浪漫能量，却跑到这么低的位置，而且是会处在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所以这一个人呢、他有多爱你，他有多喜欢你，多在乎你，他不会用嘴巴说出来啦，他都会在生活中的小细节里慢慢的表达出来。所以你可以把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把他每一个小小的对你不错的一些小温馨啊，那种小温馨很像是你今天要去哪里，他都已经规划好去哪里，然后我们一起去哪里，然后你会觉得说，哦，那些都是你喜欢去的，然后喜欢吃的，然后你看到东西，看到去的环境或什么，你都觉得很开心。哇，我喜欢这些，哇，我们怎么跑来这边这样？那些都是他安排出来的小细心，可是他不会跟你炫耀，也不会事先跟你讲，好像就变得很自然的在生活里面就发现出来。这些你都要把它当成转换成一个语言，就是他在告诉你他很喜欢你，他很在乎你。你都要把他的动作转换成一种语言，不要太依赖有没有说出来。那些都是因为每个人因为有的时候人的表达可能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期待，跟你所设的标准跟设的条件，跟你所以为的方式，很多人很难符合啦。但是不代表这一个人不是拿出他最重要的东西来爱你，是不一样的哦。那可能是他竭尽所能拿出来对你表达爱意的这种方法，只是刚好不符合你要出来的那一个。就像你看电影或什么，它就不符合你以为的剧情发展，可是不代表这整个过程是没有爱的，不是这个要把它分出来那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把它归类在要细心品味啦，他的那些小动作小付出。来，我们来分支一下，我来看一下有一些。好，有一些小。好，因为我这边我要看一下他那里的好，
好，我看一下哈。他还是会很明确的告诉你他喜欢你，可是必须要到他觉得他对你做的事情都做了，大部分都做了，然后最后一步才是亲口告诉你说他有多喜欢你，用语言。所以啊，如果你已经亲口听到他对你说，那就表示对他来讲已经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好，只是前面的路径比较长，因为他从这里要慢慢走到这里，其实是一个蛮长远的时间。可是他这边在讲，意思是说，这个人很值得期待啦。哦，这个人很值得期待，安安静静的跟这个人在一起就还不错。而且他这边有讲了很多东西哈。如果你的生活很多东西都被他安排好了，这根本就是我刚前面讲的，这边都又再证明一次，他会非常细心安排你跟他的相处，尤其生活里的。所以，如果你跟他旅游或什么，他都会安排的非常好。然后他也不，可是这边的能量并没有说他只要你跟着他，他安排好就好了。他不会问你，他不问你任何事情，不是。他还蛮会观察你需要什么，你喜欢什么。所以你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大方的告诉他你的喜好，你喜欢什么，他都会记起来，他以后都会安排好。他比较不会一直问你，但他会去收集你这边的情报，他确实是比较沉默寡言，行动比较多啦。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他的情绪起伏没有非常高或低，这样没有特别明确。好，这一组这个人还蛮适合喜欢安安静静的状态的人。然后，他确实啦，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几乎花非常多时间去思考你们两个人该走到哪里，会走到哪里哈。然后他还很努力的要往那里走，可是我这边还是说，他不会很明确的让你知道他想这么做。虽然一些闲聊或什么会聊到，可是他不会告诉你他的决定。那什么时候会告诉你？差不多他要完成前，他才会告诉你，或是完成了才会告诉你。好，所以不要催促他，不要一直问他，因为会把他对于这一件事情的美感破坏掉。因为他有他的时间表，而且他也有他的把握，他一定会带你去，他一定会送给你，他一定会在你呈现给你。这样，你一直问。他反而就，如果你一直问，你一直好奇，或是你一直觉得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就会觉得说，在他心里那一个美感就不见了，就是那个准备的心意就被破坏掉了。在这方面，他有一点点精神洁癖啦哈。我觉得这反而比较像是一种浪漫洁癖。我必须说，这里水能量非常少的原因在于，他其实不认为自己在做浪漫的事情，他在做一个很实际的事情，而且是能让你开心的事情。他希望把它建立在一种很完美的规划上，可是他也不把它当成是一种惊喜，他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最简单的，就是这是你会喜欢的，差不多是这样。他不会想说这个是会让你开心的，他只是会说这是你会喜欢的，这是不同的感觉哦。好，还是有一点差别哈，因为他处在一种你需要，好，可是我觉得这里他为你做的很多事，安排很多事情，有很少很小的成分，他是为了自己开心的。我觉得他，如果你要硬要我觉得他这件事情的缺点就是他太少自己了。他想到你的事情的时候，他太少自己了。所以必须提醒你一点，就是不要对他有太多的苛责要求。你只要有接收到他任何对你的好，记得就算夸大也好，请你把你的开心表现出来，让他能够扎扎实实的接受到你是快乐，你是开心的，不是要你假装。即使你不喜欢，你要假装开心，不是。我是要你知道一件事情，别人对你好
不是应该的。别人对你好，不是为了要满足你的需要的。任何人花自己的时间心思这样对你好，尤其是他是你喜欢的人，你应该要去珍惜每一个能够反映出你的快乐跟你的感恩的那一个时刻。好，因为这是一个很有爱的表达。你去试想，当你要去准备一件事情对于你喜欢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准备非常多了，可是到最后只是表现出来是一点点一个小事情。可是那些你一开始就开始思考，或是从筛选很多选择里面，就讲吃饭好了，你一开始就想说，我应该要带他去吃一家很好吃的意大利面，手工意大利面。你光有这个念头开始，到真的决定一个餐厅，中间要经过多少东西？去查，去看评价，去筛选，去选时间，然后再去看一下那个餐厅的风格，你自己喜不喜欢，或是他喜不喜欢，这些都是花了时间跟心力还有心意的。所以你把它换过来，一个人对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去强化你最基本的感恩，不一定要你去包装或强化那个快乐，你去强化或是表达清楚，让他感觉到他很值得为你做这件事，还有你很感恩有人为你做这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就像回到我刚才那一句，没有人需要应该做任何事情对你好，没有应该的，都是特别多出来，每一份都是礼物。我要强调这件事情，尤其为何在这个人我要多讲这件事，因为这个人他对你做的会超乎你以为的，而且他还要的不多，我反而是觉得这个人值得得到更多的 feedback， 更多的好的回应。而且这个还能够增加非常多你们的幸福的因子。我为何特别这样提醒？因为我好像感觉到这个人一直都在为别人做这件事情，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非常应得的、同等的很好的回应，有点可惜了这个人的好啦。所以如果你这边有被提醒，记得好。那这边也在做一个其他的提醒，就是你在其他生活里如果感觉到这件事情，你也给一个非常好的回应哈。好，来我再看一下其他比较高远的一些能量所做的提醒。这边说，你们的相处本身就是非常协调的，然后记得要很仔细的去观察两个人相处里面的很多小细节，那些快乐跟幸福的小细节都在里面哈。那你们的能量基本上是非常合适的，两个不同的宇宙角度都说是非常合适的，只是因为他们放的比较远哈，他不会一开始就会发现。你们会发现你们有更远的、更高级的能量可以往更未来的方向走。关键就是相处的时候要敏感一点，观察一下两个人相处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边比较多的是在提醒你啦，因为你跟他相较于他，你比较粗心，但不是说你比较粗心，而是相较于他，你算是比较粗心的哈。所以这边有一个提醒是，记得对相处里面的细节要敏感一点。所以这边也有点再回到前面，对于他的小心思，记得反应哈，或是感受力也要敏感一点哈。好，那大概是这样吧，期待一下了哈。我觉得这组来了一个。可能2号牌，我觉得这一组这个人，他一直不断的在让这个世界上还蛮多人，他遇到的人都学会了什么叫做感恩。然后我有看到有些离开他的人，才发现离开了之后才发现，后来遇到的人都没有像这个人对自己这么细心哈，把自己当成珍宝一样的呵护哈。我有发现这个失落感在这一条线里面有出现，但是没有在你身上出现。但是我总觉得这一个人身上带着一丝的他不想看到的失落感，他也不在乎，但是一直存在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做了一些提醒给你哈。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
祝你好运，然后祝福你，希望你快点遇到这个人哈。那谢谢你来听。